之前我昏迷之时，我隐约听到，这护身符是你自记事起就带在身上的。也许，是你和原先家人唯一的牵连，将要远行了，还给你。你要好好带着它，就像家人也在身边。 怎么了？都垂头丧气的。来，大家举起杯，明日傍晚要离开，祝他平平安安、顺顺利利。你看哥哥带来什么？妹妹，妹妹，妹妹！妹妹，你肯定饿了，先吃这个，我再去给你热一碗面片汤。 吃吧，来，先洗洗手，先住下，再去找你的家人。小手冰凉的。如果找不到的话，来洗洗。你就是我家的孩子了。这个，慢点吃。哎呀，再来一口。看看你饿的。通红。慢点，慢点，别噎着了啊。 华安，我一个外人都看不下去了，你是真不打算认白婉这个妹妹啊？没想到他心里一直都留有遗憾。如果你能告诉他，你一直在他身边默默守护着他的安全，多好呀！走吧。 妩媚将归，余孽当主。咦，这个下水，下土。今日心情如何？我能吃熟的，还是生的？当年你连一个小丫头片子都不放过，黄土里的这些年月，就是他哥哥对你的惩罚。该结束了。7年了，终于可以死了。你这次是来探案，不是跳大神的。哎，知道了，知道了啊。几位官爷，慢慢看吧。
要没什么事儿，小的先行告退了。去吧。啊，等等，啊，去把那些显字的纸钱拿给我。好。不是，老大，我突然好热啊，我出去凉快啊。站着。不是我吧，我三炮啊，上房。好嘞。哎，你去哪儿？上房啊。这儿。这儿怎么了？看看这火盆的上方，这梁上有没有铁环之类的东西？哎，怎么样？有灰。说正经的。有铁环。还确实有个铁环。哎，你咋知道的？铁环，这就没错了。窦成的衣服应该是用丝线吊起来，然后从上面的铁环固定，丝线断了，衣服自然就会掉到这个火盆里。官爷，纸钱来了。这个纸钱上是不是还残留着乳臭味啊？嗯。所以呢？所以会显字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应该是有人事先用了乳汁，在这上面写字。当纸钱靠近火盆，一受热，字就会显形了。低级骗术，不值一提。这纸钱有谁动过？这纸钱是从寺庙买的，买来的时候是新的，我拆的，之前没有人动过。啊，三毛，你再看看那边的灵牌。我都看过了，没问题。哎，三炮啊，你去看看，看看有什么机关没有。老大吧，这死者为大，你知道吧？去，要不我去。有什么好玩的吗？哎，双叶，你来啦！啊，快去！四娘让我来告诉你们，她那边收到了风声，说长乐坊东顺大赌庄最近新招了2个力大无比的高人保镖，身长9尺。哇，9尺！哇，那可真算是高人啊！三炮，啊，跟我走。哦，就是嘛，这灵位也没什么好看的啊，我们去赌坊吧。啊。哎，这书生我能去玩会儿吗？这里又没有其他人，自己看着办喽。搞啥子嘞？我们是大理寺的，听说贵赌庄新来了2个西域保镖，请2位出来相见。哎，你敢让我们老大吃闭门羹？你什么意思啊你？三炮，上！哪个喊你们进来的？不想活了噻？干啥子？啊！使不得，使不得！官人手下留情啊！几位今日前来，究竟所谓何事啊？哎，老板，您放心，我们不是来要钱的。把那2个西域保镖叫出来问话。还请少侠高抬贵手。那2个保镖是小人捏造的，本庄并没有这2号人物。不是，那你编那瞎话干嘛？只因本庄近期经营不善，赔钱太多，实在是拿不出钱来呀。为保平安，方才出此下策。几位官人明察呀，小的绝无恶意，只是借保镖的说辞来震慑那些别有用心之徒啊。把你们庄内武功最高之人叫出来问话。就是他。你之前拿杜成和李牧开赌盘，押错注才输得那么惨，难道开盘前没有跟那杜李2人联系好吗？哎呀，官人们呐，
这次小的是当真没有联系过那俩人，但我在开局前呢，把两人的诗作找来对比，确认了杜成的才华远非李牧所能及，所以我就特地做了一番挑选，在李牧的作品中差中选优，杜成的作品中呢就优中选差，然后供投注者对比参看。所以，你误导赌客们投注李牧，却没想到李牧会中介元。是啊，谁料到那李牧竟然事先买通了考官，提前得到了考题。那李牧为了铲除进题杜成，就假作好意，告诉了杜成错误的题目，那杜成才遗憾落选呢。我问你，你当真觉得，如果凭实力的话，杜成能赢过李牧？小的以性命担保，那杜成才华盖世，李牧绝非对手。快来！你们快过来看看！哎，快点！怎么样，有发现吗？我已经把他从脚趾头研究到头发丝儿了，现在他的骨骼情况我可是了如指掌，比他娘还清楚。只可惜啊，他们家的家仆碍手碍脚的，非不让我把他给剖了。你别裹乱了。老大，我这没什么发现，就发现一卷风筝线，但是没发现风筝啊。这不是风筝线，是冰蚕丝，这就是杀死杜成的凶器。什么？冰蚕丝来自于西域，极其坚韧锋利。我在那条小路的树上也发现了冰蚕丝的勒痕，树上冰蚕丝的勒痕位置很高，寻常人从树下走过不易被发现，但骑马就完全不同了。这位凶手先是深夜潜入李牧家中，假扮杜成还魂。李牧心中有鬼，所以才会慌不择路地骑马离开。而他家门口只有这么一条小路，他身上的擦伤证明他当时骑速极快。经过那棵树时，李牧的头颈被冰蚕丝瞬间割断。我安排3炮暗中搜查几位当事人的房间，有了物证，再想查真凶，自然就易如反掌。那真凶就是杜老太太啊！当初她到我们店里找萨摩算命，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把一切都往鬼魂夺命上想。这些显字的纸钱也是她之前预备好的。她利用丝线把衣服吊起来，衣服就会掉下来。还有，让我随你去了吧！我还活着干什么呀？杜老太趁人不备拔掉了布绳，使衣服掉了。之所以怀疑她，是因为当时只有她一个人靠近过这根柱子。这个杜老太看似手无缚鸡之力，若不是发现这卷冰蚕丝，我也不会怀疑到她的身上。不是，老大，这不应该吧？那你说这杜老太太图啥？等等，快来看我家程程。程程？哇，这尸体太带劲了！你就可劲儿折腾吧。你看他颈部的勒痕，好赞吧？杜成是用什么字眼而死啊？他们说是白绫。哦。咋了？难道死因有变？杜成不是自缢而亡，而是死于他杀。他的脖子上叠了2层伤痕，位置相同，所以不易被人察觉。仔细看，会有细微差别，一条是粗糙的麻绳，一条是齐整的白绫。我感觉这是一起连环杀人案。那个杜老太太怎会杀自己儿子？老大，你又说错了。3炮啊，再去查一下2个死者之间的关系。好嘞。哎，我让你去了吗？去吗？去吧。去。
那杜老太有杀人动机，却没有作案时间。李牧死的当晚，他一直在灵堂，有仆人可以作证。哎，小师傅，跟您打听个人，你们这个寺里有没有一个干净的师傅？干净的师傅，就是整洁的师傅。师傅，我们是问之前被杜家请去超度的那位师傅。哦，二位施主是找净放师兄吧？请随我来。干净、整洁。师傅，我们这是去哪儿？去藏经阁。净放师兄在藏经阁受罚抄经书。啊？他为什么受罚？我们觉得也很奇怪。净放师兄一向脾气都很好，但是就在前几日，因丢了扫把，跟师弟动起了手，这不就被受罚到藏经阁抄经书了。每日下午都去，估计得抄半个月。二位施主，这边请。师兄，有2位施主求见，请。阿弥陀佛。净放师傅，我们呢正在调查一起谋杀案。哦，前几日我们在杜家见过的。你是那日招魂做法的术士？没错。能不能给我讲一下，那天你在杜家看到的情形？贫僧走进灵牌的时候，听到有细碎的声响。起初只顾着燃烛，并没有在意。后来那声音越来越快，越来越急促。那时贫僧身边并没有人，循声后才发现，原来是灵牌上凭空出现了字，一点点的，还血淋淋的，就像是有个鬼魂，攥着刀，站着写在刻字一样。我听说前几日你都在抄写经书，那么忙，怎么还有时间去杜家帮忙啊？方丈把抄写经书的时间放在午膳后，那日夫人清晨来请，并无妨碍。你好好回忆一下，当日那个灵堂可有什么异样？冤魂显灵，戾气冲天，唯愿逝者早登极乐。阿弥陀佛。告辞。二位施主，外边有人找你们。总之，李牧的书童告诉我，3年前有个教书先生家境贫寒，为了补贴家用，便答应和杜李2人共同应试，为其舞弊。当时杜李2人的资历和才情都差得很远，杜成在考前就退出了。但是李牧为人急功近利，他参加了，所以才出了这么一档的事儿。那为什么只有这位先生吃了官司？东窗事发后，李牧把自己摘得干净，把责任全都推到了先生身上。先生后来找到了杜没有答应帮他作证，因为他怕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。后来这个先生积郁成疾，投河自尽了。杜成也是因为此事，才跟李牧疏远了。这都是3年前的事情，和本案有何联系？他先生是死了，但是先生留了一个儿子，现在已成了孤儿。也就是说，如果这孩子还活着，为父报仇也说得过去。我们去找子苏吧，让他查查当年的卷宗，看还能不能找到这孤儿的下落。小师傅，我想打听一下，你还记不记得净放师傅那天跟你打架，伤到哪儿了？脸上和手上都有，不知道身上有没有。那是抓伤呢，还是淤伤？淤伤和抓伤都有，但不过恢复得很快，现在都差不多好了。哎，那你还记不记得他跟你打架是几日啊？是9日前的晚上。净放师傅来这寺里多久了？哦，我来这儿有2年了。
师兄比我早来1年左右。多谢。哎，我们可以去逮捕净放了。回来了，黄三炮立下了汗马功劳。忙了一天，辛苦了。还行。想喝茶还是喝酒啊？喝酒。没问你。你呢？酒。好，咱们喝酒。紫苏呢？喝多了，楼上歇着呢。咦？杜老太太去哪儿了？在这待了一天，回去休息了。回去了？她不是答应要给我做好吃的吗？她不给你做好吃的，我给你做好吃的呀。你？怎么，给你点颜色你就看颜值不是吧？赶紧跟我说说案子。包子，卖包看看。从线索到底，净放就是教书先生的姑子，也正是他杀了杜成和李介元，目的呢，当然是为父报仇。为什么？你没有把过程告诉我们呀？跟不上你的节奏啊？为什么？首先呢，我观察到，净放在抄经书的时候是一个左撇子，而藏经阁的大门呢是双开大门，需要用2只手的手掌同时给门打开。但是净放师傅不是，而是选择了用右手推开右门，再用右手推开左门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在他左边的手掌心当中有伤，而这伤是他对李牧行凶时使用冰蚕丝所致。即使他在手上缠了好多布作为防护，还是被冰蚕丝勒出了伤口。逮捕他时，果然在他的掌心发现了又细又深的伤口。那为什么要查他们打架的时间呢？这就是他聪明的地方。他突然转性，去跟小师弟打架，正是为了要掩盖他脸上和手上本来就有了伤痕。他为了制造鬼魂杀人事件，首先用麻绳狠狠地将杜成勒死。可是他没有想到，他勒死杜成的时候，杜成会用尽全力挣扎，手会向后用力地乱抓。因此，他在故意伪造了杜成自杀的现场之后，趁着夜晚看不清楚，故意找茬，与急性子的小师弟打斗，只为了用新伤掩盖旧伤。我去问过那小僧人，他们打斗那一天正是杜成死的当晚，因此才确定了净放的犯罪事实。你刚才说，我儿子不是自杀，而是他杀。我的儿啊！如此说来，这一切都是净放设计好的。净放被抓时，承认早前李牧曾去寺庙祈愿，希望能中戒愿。净放便看准时机，挑拨他除掉劲敌杜成。至于那纸钱，本来就是从寺庙当中取回来的，一定是净放之前做了手脚。至于灵位，应该是他事先备了一块涂了当归、雄黄与奇楠酒的牌子，点上香烛，奇楠酒遇热挥发，奇楠粉与当归和雄黄发生反应，灵牌变色。不过，我还有个问题没想明白。可是案件到这里，思路清晰，证据确凿，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净放当时不在场，那他是如何操纵衣物，使之落入火盆当中的呢？是我。成儿走了以后，净放找到我，表明了身份。他还告诉我，成儿并非落榜自缢，而是被李牧所害。我当时听了，心里绞痛难忍，便答应和他一起谋害李牧。我初次到这里来求你们做法，也是他授意的。他说，只有这样先做铺垫，才能洗清干系，才能制造鬼魂杀人的舆论。设计纸钱、衣服，
还有特别请净放来做法，都是为了让大家误以为是成儿还魂，扰乱视听，以便洗清我们的嫌疑。杜老夫人，请你跟我走吧。是。这坛酒送给紫苏姑娘。杜老太太，紫苏姑娘不能喝酒，她昨晚喝了一口，到现在都没醒呢。成儿生前也是不胜酒力，每喝必醉。我就特意为她酿制了这种酒，酒香浓郁，喝多少也不上头。可成儿还是没命喝它了。愿他来生的娘不会像我这么老糊涂，就把它送给紫苏姑娘吧。等等，他有苦衷，又是从犯，放他一马。他若以合谋论处，难逃死刑，但他也是受人所骗，或许可以从轻处置。李治，姑娘，费心了。重判也好，轻处也罢，终不过是拖着这把老骨头了此残生而已。来，再来坛酒。还喝啊？今儿都第3坛了。哎，今天我看那人有点邪，人头落地之后直勾勾盯着我，我得多喝点压压惊。可是官爷，您再不出城，这城门就要关了。好，走了。客官慢走啊，有空再来啊，客官。你也喝多了啊？
哎，又香又脆的蒸饼啊，吃一个省2个了啊！快来买啊！蒸饼、胡麻饼都有啊。哎，好，蒸饼、胡麻饼刚出锅，来2个。好，热腾腾的胡麻饼蒸饼啊！哎呀，行了，快点，快点！您稍等，马上。等啊！拿回家别放着，吃着吃，好吃您再来哈。你怎么想起来了？那个3斤蒸饼好嘞，把我给吓着了啊！还有事能把你多少钱啊？你那么大胆，30文，都把我吓懵了。坊间都传这事儿呢。哎，你不用说我都知道，你说的是刑场那事儿吧？是啊，客官真是太邪了，坊间都传遍。别烫着，我听人说完头皮直发麻呀。啊，两位，你们说啥邪门事儿啊？我也想听听，说说呗。昨天。刑场有个叫李三的被斩首了，你听说了吗？听说了。他呀，昨天夜里来索命了。对呀，这也太吓人了。这件事儿啊，都传遍了。那个砍李三头的王大柱死在刑场了，邪门吧？刽子手死了？可不是吗？都说是李三回来报仇了。哎，我还听说。有人昨夜看见李三在大街上游荡，不游的你不信呐？这光天化日之下，这鬼魂之事啊，不可信啊！你不信？那王大柱的尸体还在刑场躺着呢，你要不信就去看看吧。哎，你的饼。老大，有消息啊！想先听好的还是先听坏的？好消息。柳安坊新开了一家蒸饼店，我排了一上午，终于让我抢到了。怎么没反应？我一口都没舍得吃啊！你不是吃过了吗？哪儿看见的？葱。那坏消息呢？我在买饼的时候啊，听见有人说，昨天被斩首的那个李三儿夜里回来索命来了。被索命的那个刽子手啊，现在还在刑场躺着呢。哎，老大，还没吃呢，还没吃。哎，不是，今天中午加道菜啊，蒸饼，限量。四娘，给我留一块啊！你说你昨天真的看到李三了？这怎么可能啊？我也不信。让一下。这是谁家的闺女？这种地方也敢乱闯？不怕关？难道不怕危险？仵作长得这么好看，还真是可惜啊。官人，什么？那尸体阴气太重，一个弱女子不宜太过接近。哼，那可不是弱女子。死者是被李三索了性命，尸体上很有可能沾着阴气，靠得太近，容易被恶灵缠身。一派胡言！一派胡言！你一派胡言！昨夜，小的正打算睡下的时候，忽然听到窗外有响动。小的原本也不信这些神鬼之事，若不是昨夜亲眼见到李三在大街上游荡，有谁能相信把头缝上还能复活呀？站好了。死因已经很清楚了，尸体面目青紫，舌尖突出，而且脖颈处有明显的勒痕。勒痕？哎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！哎，接过。哎呀，果真是大柱啊！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了？这是大柱之妻呀。我们都是大柱的邻居，都是老街坊。我们听说他出了事儿，就都赶过来了。你把他先送回去吧。啊，好。走，闲杂人等，不宜再自救。都散了吧，没什么可看的。行了行了，走吧，走吧，散了。
来来来，接下来我们还有更精彩的压轴表演啦！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全长安独一份啦！哎，最近这事儿真挺多的，够累的。大家辛苦了啊！哎，来，早了咱好酒犒劳大家。来，光闻这香味我就已经醉了。行，来，香。哎，我说兄弟，哪来的这坛好酒啊？你们可别多想啊，就这一坛，多了没有？是，还不多喝点，快点，来，多喝点，别说了啊！干！哎呦，真不错啊，这好酒。哎呀，忽觉阵阵妖风袭来，这乎官爷，您这事业线很清晰啊。3坛，案子破了，酒就归你。 4坛。他真的死了？你可有听过最近的传言？坊间传闻甚多，不知大人指的是哪一件？有人看见你亡夫昨天夜里在大街上走着，头是接回去的，还锁了那王大柱的命。贱妾有一事相求。再说。 这事埋在我心中已久，可又不知道上哪儿说理去。实不相瞒，我家李郎是含冤而死啊！不知各位官人可曾听闻过沉香酒铺？知道。在附近小有名气，酒香而且便宜。真的？哪儿的？对不住各位官人。 贱妾不能见血。还不把血擦了？说到这沉香酒铺，正是我家官人多年来的心血。这酒铺名声出去了，却招来了大祸。 1、2、3，开炉喽！哎呀，闻真香啊！确实不错啊！我也尝尝。好了，这是好酒啊！这坛搬过来。确实不错。哎，走，这给我。慢点。还有菜。咱们一起。来把这坛灌满。咱们家酒啊，卖得可好了。 新酒出炉喽！我来一坛，别洗，每个都有，拿好了，每个都有啊，别洗了。来，就指着你家这酒了。好，给您。特别香啊！请问这家酒铺的主人在吗？酒已售罄，不知公子找我何事啊？ 你就是大名鼎鼎的李三喽？小的不敢当。有客人来了，上茶。这就来。久闻沉香铺的大名啊，今天总算是眼见为实。区小店不值一提。我也开了一家酒楼，叫摘月楼，好名字啊。不知你是否愿意和我做个交易？公子请说。据说。 沉香酒楼有一张祖传的方子，只要你肯把方子交给我，我愿意奉上丝绢100匹，锦20匹。你先出去。好。公子还是另寻高明吧。小的一个破方子，不值得公子100匹丝绢。你是不是再多考虑几日？不用了，方子是不会卖的。公子也知道，这方子是世代相传。 我若是将这方子转让给外姓人家，岂不是要被老祖宗责骂？哼，好，不卖，我会让你后悔的。
闪开！闪开！发生什么？干什么呀这？开走！怎么还抓人？干什么干什么呀？还卖这种酒？有人喝了这铺子里的酒，死了！啊！冤枉啊！我什么都不知道啊！走！冤枉啊！根本不可能！冤枉！是我们经常三郎！三郎！我看这里就是没有毛病啊。李郎被打入大牢，酒铺也被查封了。现在人没了，铺子也垮了。那沉香酒铺的酒，可还有剩余啊？都在我家酒窖里。现在我家中还有几坛，正好。能不能拿过来？你想到了什么？没有啊，既然有好酒，不喝白不喝嘛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长安城流行的口脂，这是用朱砂、蜜蜡炼煮进色，加入香料后冷凝而成的。干什么？哎，干什么？哇，真的是特别的俊俏哎。是吧？官人请看。闻上去倒是好酒，不过是不是真的好酒？能喝上一杯就更好了。哎，这酒可喝死过人。你可认识花三弟啊？不认识。那你为什么会杀害王大柱？官人何出此言？我一妇道人家，怎会行杀人之事？人当然不是你杀的，而是你指使花三弟去杀的。你在胡说什么？花三弟今日早晨端了一坛好酒，我一闻的味道便知是你们家的酒，而且花三弟这人沾酒必醉，3杯下肚就什么都说了。难道你还不承认花三弟的酒是你送给他的吗？贱妾不应该骗官人，这酒的确是我赠予花三弟的，可是我从未指使他去杀害王大柱。这王大柱与我无冤无仇的，我怎么会？王大柱可是杀了你夫君的。如果我推测的没错的话，那日在街上出现的李三，也正是你让花三弟假扮的吧？你不甘心你的丈夫含冤而死，为了引起人们的议论，所以你就制造了死人复活的假象，好让官府重新介入调查。我说的这些都没错吧？官人说的句句属实，我实在没有办法才出此下策。可这王大柱的死与我并无关系，望官人明察，望官人明察啊！